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！这下司马教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缕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缕，你叫石千缕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花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缕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。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彦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缕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对不起，方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会再逼问你。他为何对我这般温柔？无妨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先观察观察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这个野娘们儿，竟把老子的兄弟给杀了，还对师祖动手动脚，我杀了你！把杀人者交出来！这是我们智魂师的家事。千年之前，是我们知魂师建立了这个东城。虽然这城现在是您的地盘，但是死者是我们的族人，就是我们的家事，所以杀我族人者应该交由我们知魂师来处置。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那就不巧了，此事也正好是本城主的家事，不然就按照你们魔域的规矩来，谁厉害听谁的，如何？你杀过人了？杀了又如何？若不是你卑鄙偷袭，就凭你结印的修为，不可能杀得了我兄弟。竟从炼虚退回了结印，难道是那时伤到了？是祖师娘们！他是不是太维护我这个仇敌了？你为何事杀人？我的好姐妹惨死在那两人手中，我要为她报仇。
我曾经逼你杀过一回人，你又哭又做噩梦，怎么如今被石千缕迫害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世道，不杀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你，以后不会再逼你杀人，也不需要你再杀人。我绝不食言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为你处置外面那些闹事的人，不用你动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2个泼皮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族人是无辜的。可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恨，还并未消散。如果你只是想杀了那2个已经死了的人泄愤，我可以将他们复活，让他们再死一回。如果你能复活他们，是不是也能复活红罗？如果你想，便可以。不过你这朋友已经没有了肉身，我只能用祭魂托生之术，让他重新出生。重新出生，那就不是复活，是投胎转世。不一样，祭魂托生之术能让你尽快看到他，并且在他出生之后，能够拥有从前的记忆与感情。之前的死亡，就如同一场梦一样。家里又快没吃的了，干完手上这票，还得去找点活干。东城路远，早去早回，路上要小心谨慎，莫要伤了自己。知道了，爹。切记，不要暴露了身份。您放心，我这身打扮，为的就是隐藏身份。你莫要嫌为父啰嗦。现在仙魔屏障的破口已经被修复，那就说明司马娇已经苏醒了。他这就行了。所以为父担心他会找到你。如果他先下手，那你就有性命之忧。燕儿，你要是听到任何有关于司马娇的消息，定要找机会拿下他的性命。爹，您说过很多遍了，司马娇是我施家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可现在仙魔两界刚刚打完仗，他也才刚醒，不会那么快找到咱的。在太尉山，你失去了记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司马娇的手段有多么的卑鄙。他为了牢据先父八主之位，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将忤逆他的人赶尽杀绝。想当年，我们施家也拥有着不输于司马一族的能力，被他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太尉山一战，就是他灭我施家的完美杰作，让我们施家从掌门的士族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。况且如今魔域又在肆意的抓捕先府之人，食其内丹。我是不得已才闭门不出，枯坐在家。爹，那司马娇再怎么厉害，您不还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把我救出来了吗？那是以牺牲我儿珍续的性命作为代价的。对不起，爹，女儿说错话了。兄长以性命换回女儿一线生机，女儿自然铭记在心。还有爹，你也是，
因为女儿才变成这副模样，女儿不会忘记您的养育之恩，所以这才努力赚钱，争取早日带您离开这魔域。我不用你带我离开魔域，我要你伺机杀了司马娇。但凡爹有点能力，都不用麻烦你去报仇。你懂了吗？把这个戴上，这个面具可以掩盖你的气息，让司马娇没那么容易可以找到你。这都是为了你好才替你着想啊！今夜月圆，正是洗髓的大好时机。可不可以不洗髓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就对司马娇束手无策了。哼，燕儿，倒不如这样吧。你把爹爹也交到他的手里，也兴许他能给你留一条生路啊。女儿知道了，女儿会早点回来的。你刚刚画的是什么书法？这个叫颜文字，我的专属名。可爱吧？庭砚，他没有死。师祖，如何？为何感受不到他的踪迹？难道是被什么掩盖了起来？但总归他还活着。说好了啊，这顿得你请。自然自然，15块魔石呢，没有你的帮腔，我也挣不了那么多。是啊，要是我们那抠门的老板娘知道我们俩假装不认识，还联手抬价的话，那我估计她得气死。红罗，你往日从不杀人，今日那二公子怎么回事？他杀了我在胭脂台的姐妹，我本来就只是想多吸他一点阳气，让他难受一点就算了的，谁知道他竟还有力气对我动手，我一气之下就……这样已经算是便宜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怕，都解决了。这地方尽是些阿杂事，鹤仙城也就名字好听，根本不适合久居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带你，还有我爹，我们去古雨坞，自在逍遥一辈子。古雨坞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地方，我还未曾听过有人去过呢。依我看，
都是一些骗小孩子的把戏罢了。你有所不知，我在黑市上听到过准确的消息，古雨雾确有其事，只是他疏通的门路代价极为高昂，需要2000魔石呢。是，所以你才这么辛苦的赚钱。但你不是说你其实不是实验吗？你是从什么其他的世界过来的？虽然我也不能完全听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的爹总归不是你的亲爹嘛。但他毕竟养了我那么久，况且他的确救过我。你身上似乎有仙府之人的气息，不如把内丹交出来，给哥几个下酒。爹，燕儿，你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不，我要跟爹一起。你走啊！走！爹，你身体这么差，以后不要为我逞强了。我已经失去了真虚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自那之后，他那双腿就废了。我不能弃他于不顾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趁这次事情办得漂亮，我引荐你来我们胭脂台做事，就如风起那般，做个护院呢，如何？月月都有魔石拿，这样不是离你的目标更进一步了吗？有你这朋友真好。咱俩谁跟谁啊？当年老板娘捡到我的时候，我神识受损，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，父母是谁。不过有你这样一个知心朋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不支持你，支持谁去啊？有你真好。念九，你跟了我多少年？啊？怎么算，也有400年了吧？那也是时候该自立门户了。择日不如撞日。这地方虽小，但可作为你的发迹之处。师祖，念九从来都没有动过那些心思。念九愿意永远陪着师祖。这由不得你。你去把这东城打下来，我要用我的方式告诉他，我来找他了。这样一来，便就是一举两得，既方便我们寻找庭燕，又可以为那些仙府的流民提供庇护之所。师祖，您真英明。魔主今年要求的贡品数目又变多了，魔主力量无人能敌，咱们只能乖乖听他的命令。外面什么动静？城主，不好了！有2个不知底细的人突然闯进了城主府，把我们的人都给制服了。你们几10个人打不过2个人，什么人这么狂妄？带我看看去。我们到了。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石玉香吗？你想当我的小白脸？他也是化神期修者，就快突破了。这么巧啊！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雷鸣山谷从前是司马氏一族所有，可筑渡劫。但如今，
只有失势之人，才能享此优待。那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保护罩啦？你自己进去吧。哦。真让我一个人啊！作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考试人才，最出色的就是心理素质了。放松。按照我的姿势跟灵根，从化神期到炼虚期一般是4-9天间。雷鸣山谷能削弱雷，我有娇娇给我的超强防御法器。还有这么一身修为挡着，不就36道雷吗？肯定没问题的。这么快啊！这雷的架势是要把我劈个灰飞烟灭啊！这不是49天劫，这是99天劫啊！不是说只有即将飞升成神的大成修者才会有99天劫的吗？我一个化神期，何德何能啊！这雷哪里是渡劫啊？明明是想劈死我！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神修者吧？如果我在这儿被劈成了碎渣，那人的脸一定被打得很痛。还是再挣扎一下吧。
安静坐好，不会有事。不是让你好好坐着吗？怎么不听话？司马娇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是刚才雷劫阵势太大，让我心有余悸，还是此刻的你太让人心动。你能不能好好谈恋爱了？这么大的动静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？在这里渡雷劫，外面不会引起异响。如果好好照顾，就算你伤口恢复得慢，应该也能在10天内痊愈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对啊，谁让你是我的小白脸？我不想包扎，麻烦。不，刚上过药，不包扎的话，伤口很容易裂开，就包1天，包1天好不好？等伤口稍微长好一点，我们再拆，啊？哎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担心呐。就包着嘛，我都用了你给我的璎珞项圈了，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岂不是白费了？求求你了。
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撒娇啊？那你看出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挺受用的。如果换了别人，那么高的修为，受这样的伤，吃点灵丹很快就能好。可司马娇却不能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比你先死。司马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凝花的香味，气息像是从血液里溢出来的。是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？你特地找到这里，又特意给我炼制了那么厉害的防御法器，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次雷劫不会那么简单？对，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气息。天道气运，容不下我司马氏。他想杀我，你身上沾染着我的气息，所以才会引来这9雷劫。我本来想趁你在渡劫的时候离你远些，或许你能侥幸避过。无奈这上天，连我的气息也不愿放过。这天道怎么那么可恶？还要祸及全家。怕了？怕我连累你？我当然不怕。但渡雷劫好麻烦的，我的修为还是不能长得太快。司马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待我父亲找到这里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庚辰仙符必定是我们施家的。不能杀了你为雪儿报仇，是我唯一的遗憾。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暗雪是施千缕杀的，跟我们师祖没有半点关系。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司马娇的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！刚养好一点，又流血了。无妨，方才你做得很好。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杀了他。
不要吧，我不要。司马江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你为何要这般与我置气？我说了你也不理解。我的确不解。那施真旭对我们心存杀意，又那般羞辱你，我才要你亲自动手。我知道你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会被人杀的环境中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也想坚持不到绝境不杀人，这不行吗？庭砚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从来没有阻止或者强迫过你做任何事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可对于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会，否则便是被人杀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。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将我？师祖，施真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施家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怎么回事啊？
我知道我杀人了，我错了，能不能别这样对我？太吓人了，能不能别让我一遍遍想起来了？不行，我要去做点别的事情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周围没有他的气息，难道他走了？师祖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庭燕让我不要跟着他，他只说要把雷鸣山谷抓来的衍生虫派上用场。闻起来这么香，我却一点都吃不下。司马椒，我之前在一本游记里看到说有种隐生虫能够钓飞鱼，我便偷偷收集了它，想着我可以喂你钓鱼吃。那便一起尝尝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直与我置气吗？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庭燕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幸好有我，你等我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
野猪，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，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，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至心炼化塔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诗千缕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交给这祖宗厉害的。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身上还有另一缕司马氏的血气，是那供养灵火的人让你带我去找他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
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 看门狗，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尊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欲生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
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，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、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死了，不好，司马恶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世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世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世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世拥有伙同他的弟子10千旅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师拥有与10千旅暗中打造了白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1000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
你能如愿了。兄长，叶公主成了。 靠司马氏一族的血造成的血池，也将毁于司马氏一族的血。石千缕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听。 是灵脉在燃烧，灭之功弟子，速速远离灵脉。灵脉燃烧，是司马教，不知他那边如何了。不能放过廖廷烨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 你们施氏一族所在的灵山、祭神庙、祖墓，你的掌门太玄峰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所有灵山和你们偌大的施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石千缕，看到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切被毁掉，滋味如何？司马教。 你一直在策划这件事，你会后悔的。为了逼迫我，将我的族人逼来此处，我得和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小心！这也走不了啊！
你以为你赢了？但我告诉你，你带在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在太玄峰。我们死，她也会陪着我们一起死。你说什么？你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你会亲手杀了你最在乎的人吧？此会如何？你狂妄至此，终得报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等你回家了。庭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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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庭琰。发泡挡不住的灵火，我为什么找不到你？我为什么？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师祖，师祖，师祖，你找到庭琰的神魂碎片了吗？师祖，你已经在仙府找遍了，可还是没有庭琰的身份。或许他真的……他没死，他一定没死。啊！师祖，师祖，
您体内的2团灵火还没有彻底融合，若是继续下去，会有危险的。继续找他。师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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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祖。话说那太微山一战，灵脉崩毁，仙门倾颓，此当道君重视道侣，心神俱裂，竟堕入心魔，昏迷不醒。恰逢仙魔屏障破裂，魔域压境，庚辰仙府危在旦夕。安和，我们快招架不住了，你速速带人回去做好防御，守护好师祖。念九，那你呢？我还能撑一会儿。快走！魔主有炽与他那个国师明离，不久前又攻下了一座城市。要是师祖还不醒来，仙府怕是真要亡了。唉，谁曾想过，风光无限的仙府，如今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要是师祖还醒着就好了。是啊，听说当年师祖是因为师祖娘娘仙允急火攻心，再加之融合新的灵火出了问题，这才陷入长眠。若是有他在，不知师祖是否会早日醒来。是啊。师祖，庭院，师祖，师祖，老板，司马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快来呀！早安，娇娇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